已经知道了，于朦胧跟习近平同一天的生日，6月15号。9年前遇害的影星乔任梁跟习仲勋也是同一天生日，10月15号。2个巧合顺利引发献祭的话题，这就是网上疯传的中共以人命为祭品为某人续命的邪教仪式。那某人姓习，这种邪教仪式啊，跟上回说那老习领着7个小矮人围着天安门广场墓碑转圈，基本是一个目的。说最新发现，眼尖的网友发现啊，就在于朦胧被自由落体前不久，8月下旬开播的电视连续剧叫《语进长安》，出现了诡异的一个情节。说说，太晋皇帝听信了术士的谗言，把跟他命格匹配的皇子叫苏牧阳啊，立为了太子。为什么呢？不是让他继承皇位，是让他将来替自己挡灾续命。您这意思，于朦胧被害之前，电视剧里边出现了有人被坏人选中当挡灾续命替死鬼的这种情节。对了，巧合的有点吓人，不是一般吓人。皇帝亲自安排祭坛，算好了时辰，然后计划在指定的时间地点把亲儿子送上去，剖心献祭，目的是替自己应劫，从而让自己长生不老。你等会儿吧，这皇帝是人吗？甭着急啊，这事儿最后没干成。为啥？因为皇长子叫苏穆立，争夺大位，导致计划搁浅。哎呀，得亏流产了，谢天谢地。剧中流产，现实中可没流产，直接进入实操，顺利实现了。是谁实现的？谁实现的不知道。反正电视剧《语进长安》排名第1的编剧呀，叫吉光光。吉光光不是那于朦胧离世那天参加17个人坏人聚会那吉光光吗 ？Yes, it is 啊！而且还是于朦胧冰凉身体上那2块劳力士手表的主人吉光光啊！再而且还是于朦胧自由落体的那栋房子的房主吉光光，就是他。可能有茶友注意了，那套房子是吉光光的，是，而且套内标注的601这房号，6楼。但是那栋楼啊没有5楼，所以其实这601是在第5层。我说网上消息有说5楼，有说6楼的，其实都一样。对了，咱接着说吉光光。你说。再告诉您一情节，改编自同名小说的电视剧《语进长安》呢。小说原著里头没有皇帝让儿子献祭挡灾续命这情节，没有这情节啊。献祭这吓人情节是拍电视剧的时候。这吉光光自个儿加进去的，您这意思？他是第一编剧，本子他说了算。他说细思极恐，您这什么意思？这个，哎，越品越吓人。要知道，今年可是老习的本命年，会蛇年啊！哎，习二族的4翘翘年份。对呀，中央电视台春晚，魔术师刘谦抽那数字不就是47吗？哎，还有100年那100字，对吧？这俩倒霉数字，100在中国传统语境里边有过世之年的意思。100年之后，47，习近平从政年头，今年正好第47年，也是中文死期的谐音。都说预示着老习从政第47个年头，25年翠蛇本命年可能是老习的死期。哎，这就连上了。在如此敏感的年份，传言老习试图终止死期来临之际，出现了一个跟老习生日相同的年轻人突然离奇殒命，而导致他离奇殒命的肇事者之一呢，吉光光又专门在自己改编的电视剧里边加进了献祭挡灾续命的这种情节。事发地又是这人的房子，吓死宝宝了。所以弱弱的问一句，巧合的是不是太巧了？偶然的是不是有某种必然？别吓唬我们啊！这种必然是不是有人为操作的痕迹？不是，您等会儿吧，你先甭忙着下结论啊，我能不能了解一下，跟大家这献祭它到底怎么回事？说说。是时候科普一下风水师揭穿的续命邪术了。哎，咱看看是什么东西。我小心脏，各位啊。某匿名风水师啊，查阅文献记载的续命邪术，文献写的，哎，做了一下科普，说呀，诸多细节跟于朦胧案存在惊人巧合，又巧合呀。先名词解释，续命邪术啊，当一个人气数将尽的时候，找一个8字匹配的人代替他死，这个代替的过程必须见血。我这什么呀都是，哎，这个人必须是
女人男相，男人女相。传说中那叫正男生女相。哎，这是选择目标的要求。哎呦，还有要提前多年物色人选啊，被选中的对象还必须得吃几个月的素啊，不让吃肉。对，这叫净身。你都什么邪门要求？接着说吧。邪门不邪门不管，您就了解一下就行了。于朦胧在直播过程中说过，多少天没怎么吃饭了，只吃了一点点蔬菜啊，这不是真是按要求进食？他当然不知道了。您这经纪人跟他说的是要注意身材，吃肉会发胖。我的妈，我记着网上说过啊，乔任梁9年前死那时候，之前也说过自己吃素的经历。后边还有呢，献祭之前呢有个7日祭的说道，七日祭要有惊奇鼓声，天还要有异象。啥异象？于朦胧离世前7天啊，中共刚好举办了93大阅兵，加上大型文艺演出。您这惊奇鼓声，9月7号和8号正好有血月异象啊，哎，具备了。再看后续仪式的包括内容，对被献祭的人要进行各种折磨啊，迫使其魂魄离体。这别，其中包括开脑、开下体。对，行，甭说了。注意，领第一个魂魄的人在巡游的时候要喊好吃，好吃。哎，程青松我记着好像就喊过这个。第二个人要喊好穿啊。直到第7个人收尾喊好一切杂事。我的妈！看来那帮人在其他场合肯定还有另外几个暗号记录啊。至少第一个秘密暗号已经被程青松暴露了。这王八蛋跟这施展黑魔法呢。后续仪式里边还需要有2个带同心圆纹路的宝石。同心圆宝石？那于朦胧也没这玩意儿啊。宝石没有，but。于朦胧坠楼以后啊，在他兜里边发现2块限量版的劳力士手表。那怎么了？表盘同心圆结构，名表同心圆结构。上述仪式全部结束以后的第49天，还要有个续运的49日祭。第49天续运，这后边还有仪式呢。哎，真有。从9月11号往后数到第49天，正好落在10月20号到23号举行的中共4中全会上，全对上了。您这一说到这儿，任何不相信中共操作这种黑魔法的人，至少生理反应后背脊梁骨要开始冒凉风了。已经冒凉风了，我这，哎呦，这都知道习近平最信那什么龙脉。运势，推背图，铁板图，对吧？哎，要不信的话，不至于弄死那么多火箭军的人。那共匪最高党魁们全都特别信超自然力量。老毛那8341部队那番号不就跟那摆着呢吗？也没法不信。于朦胧死后，北京异象已经扎堆了。9月13号大冰雹对。9月15号，北京最古老的寺庙潭柘寺千年菩提树树干断裂。黑魔法是到处兴风作浪，这不出异象才怪呢。哎，紧急民调一下啊，2口吐面。您觉得于朦胧死因里边真的有中共搞邪恶献祭为老习续命这因素吗？上备选答案吧。1有，2没有，3不好说呀。赶紧在留言区敲数字。说到这儿，补充一个信息，说9月19号，始祖鸟和蔡国庆在西藏大搞飞龙升天。知道这事儿，特别阴森诡异，污染环境，当地藏民都给气坏了，都快。风水师这么解释的，又怎么了？其实你们都没看懂啊！这是献祭流程定的事儿，又是献祭。习想改命，选于朦胧替他死，然后剪了于朦胧的头发，到西藏雪山搞献祭仪式。哇，这所谓什么大地艺术，原来是给老习续命用的。要为什么叫升天呢？我怎么？哎呀，要不然能跟抽了风似的，突然跑西藏点彩色污染去呢，不好看也。那要这么说，这于朦胧稀里糊涂被他们这帮人一步一步控制着献祭，那不定承受多大痛苦呢？您说太对了，而且不光死前被各种折磨，8月底最后那次直播之后，已经软禁起来，一点点折磨了。刚才风水师是不是说被选中的目标要受苦才好使啊？对了，对他进行各种折磨，迫使其魂魄离体啊！您听听，还
魂魄离体。明白了。当天我记得前两天放那视频里边，于朦胧撕心裂肺的哭喊声，终于明白怎么回事了。之前受的折磨也有证据。还有之前什么时候？一段上传 B 站的影片显示，于朦胧生前在公开场合亮相，神情异常拘谨。粉丝发现呢，于朦胧左手一直插在裤兜里，右手一直托着手机放腿上，而且也没有握手机动作，5个手指头一直僵直的平伸，无名指和小指的颜色明显发黑肿胀，疑似遭受了虐待。穿的鞋呀，后边空那么一大块，尺码不合脚，左手刻意藏，也不知道是被什么人控制着。我天，这手指头真的是黑紫色啊！左手藏起来了，不定多严重呢。四肢还一动不动，不会是酷刑虐待，满身是伤吧？表情神态关键，完全战战兢兢，不敢乱说乱动。那是被控制的死死的了。还有粉丝分享视频，于朦胧在一个机场露面的时候，机场不敢直视影迷，一副受虐待的相，而且眼睛旁边疑似还有淤青。粉丝留言越看越心碎，他可能早就被控制了，酷刑虐待，不敢公开反抗。说这儿我还想起一段视频于朦胧呢，在一个公开场合，前一秒还在微笑和粉丝互动呢，转头看到某个人以后，那表情瞬间僵化，低头不语。网友说，于朦胧战战兢兢，欲言又止，被迫离开，又回来想说点什么。看来尽管他很害怕、很惶恐，但是他在人生的某个阶段确实已经寻求过帮助了。只可惜大家没人能读懂，他也没法明说。没法明说，这说出来粉丝能信吗？你说说。这经纪人打手不定怎么辙呢，直接就给拽走了，回去要更有一顿毒打。想起了一位大陆茶友的建议，什么？这个时候唯一能暂时保全自己的是高喊打倒共产党，至少警察会先把自己逮起来。至少是个暂时的脱身之法吧。当然，按照于朦胧已经被中共最高党魁选中做替死鬼这说法估计到派出所以后一个电话也得被坏人接走。入了虎狼窝，蛇蝎洞了。要知道往电视剧里加献祭情节的吉光光，可不是一般的影视剧编剧，那是内娱大佬，中共红3代，直通天庭、李鹏家族、叶挺家族，甚至扯出了王毅、周恩来家族这么大的坏人窝案。吉光光这故事要说呀，又是一大套，得单独做一期节目细说。明儿再说得了。等会儿，那你说这个吉光光帮老齐找替死鬼，这皮条原来谁给拉的？这就说回到辛弃和蔡宜家了。蔡齐那俩私生子。对，蔡齐是习的贴身鹰犬。老习心心念念想续命，破除死期来临这运势，蔡齐肯定使尽浑身解数帮着想辙呀。于是他就启用了他那俩混蛋野儿子。非常有可能。我就因为内娱演艺圈，男生女相小鲜肉。吃素、受折磨这种条件最容易满足，烂透了。这什么恶心事儿都好办，而且之前就有人这么实操过。乔任梁当时也是带血，被折磨得特别痛苦，甚至大卸8块，死无全尸。没法说了。不过党有千条妙计，扛不过时运命的天意。什么天意？网友不说吗？凶手没想到杀了于朦胧会掀起如此巨大的风暴，真是风暴。他们以为这次跟以前一样压下没事的呢，没想到网友追查如海啸般的涌来，层层证据直指最高层。习蔡是跑不了了。为了荒谬的续命，他们残忍虐杀一个心地善良、没有背景、默默行善的人。但是天理昭昭，所有为于朦胧请愿发声的人一定要看到恶人付出代价。